这次讲黄老道家的治国理论。首先是道生法。黄老道家是推崇法治的，以法令治国。法度者，政之治也，而以法度治者，不可乱也。法度对国家治理来说至为重要，要以法度来治理国家，而不能任意妄为。而生法度者，不可乱也。今公无私而赏罚信，所以治也。法度设立好之后，不可轻易变化，依法办事，公正无私，赏罚分明，便能取信于民，这是治理天下的大道所在。法者，天下之度量，而人主之准绳也。选法者，法不法也；设赏者，赏当赏也。法是社会的度量标准，也是君主手中的准绳。制定颁布刑法是为了惩处犯法之人，设置奖赏制度是为了奖赏有功之人。法定之后，重惩者赏，缺惩者诛。尊贵者不轻其罚，而卑贱者不重其刑。犯法者虽先必诛，重度者虽不孝，必无罪。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。刑法制度一经制定，符合奖赏制度的就要嘉奖，触犯法律的就要受罚。尊贵者触犯法律也不得减轻处罚，卑贱者犯了法也不会加重处罚。犯法者尽管贤能，也一定要严惩。守法者虽然无能，也不可无端治罪。这样秉公执法的风气盛行，徇私枉法之路就被堵塞了。法令很重要，那这个法令是从哪儿来的呢？黄老道家说，法是由道生出来的，道生法。在之前老子那里，道跟法本来是相互排斥的。宇宙万物原本是在道的润泽下无言自化，人类也过着很淳朴的生活。而文明导致了人的知识被开发，欲望被激活，这就导致了原本自然和谐的社会秩序的混乱。这样一来，社会只好靠外在的法令维持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法是大道失之后无可奈何的替代，也被老子认为是引出更多问题的罪魁祸首。到了黄老道家呢，就不再将法看作是社会退化的产物，而是将法看作天道投射在人间的必然。道生法，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之者也。作为宇宙本源的道，产生了各项法度，法是衡量得失、审明曲直的标准。故执道者，生法而弗敢犯也，法力而弗敢废也。夫能自引以绳，然后见之天下而不惑矣。执道者就是统治者，统治者既然制定了各项法度，人民就不可违犯。法度一旦设立，便不可废弛。大家都能够以法来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，做起事情来就不会迷惑了。把法和道联系起来，给法一个很高的地位，让这个法具有权威性，这就是道生法。然后行德相养。就说治国呀，要刑法与仁政二者并用。为什么要行德并用呢？黄老道家说，人事必须符合天道，天道既然有阴有阳，那治国就要有行有德。天德惶惶，非行不行；木木天行，非德必清。天的仁德茂盛，但没有刑罚的配合是无法实行的。天的刑罚威严，但没有仁德仁政的配合，也必然要轻毁的。行德相养，逆顺乃成。行惠而得名，行淫而得阳，行为而得彰。其明者以为天，而微道是行。刑法与德政相辅相成，秩序因此就能确定了。刑法属阴，因此具有隐晦的性质；德赏属阳，因此具有明彰的性质。所以执行德政要彰明，实行刑罚要隐晦。仁政是阳，刑罚是阴，这就是外儒内法呀。外用儒家的仁政，内用法家的法令，二者缺一不可。法家咱们还没有讲到，法家就是主张以法令治国的一批人，具体稍后再说。行德相辅相成，二者并不是平行关系，而是先德而后行。故贤者诚信以仁之，慈惠以爱之，端正相不敢以先人。所以贤者对人总是诚信仁义，慈惠爱人；
决策的时候广求民意，而不敢自作主张。故不犯天时，不乱民工，秉时养人，先德后行，顺于天，微度人。不违背天时，不扰乱人民的劳作，按照四季的变化组织好农业生产，以养人民。先用德，后用行，既顺天道，又顺民心。然后行名之术，这个行是个通假字，实际应该写成形状的形。行就是实际所做的事情，名就是名分。行名之术是讲如何治理官吏的，具体包含2步。首先要给官吏正定名分，每个人是什么官职，每个官职有什么职责，这个要规定好。正定名分之后，第2步就是寻名择实，按照你的官职去考察你实际所做的事情，判断你是否称职，干得好就赏，干得不好就罚，这就是寻名择实。黄老道家管君主叫执道者，就是在人间执行天道的这么一个人。如何执道呢？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起人间的名分系统、规则系统。建立好系统之后啊，就让这套系统发挥自我组织、自我管理的功能，就让下面人按照你定好的规则来做事，而你的任务仅仅是监督他们是否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判断他们的行是否符合他们的名，符合就赏，不符合就罚。见之之道，为虚无有，虚无有，求好成之，必有形名。形名立，则黑白之分矣。要想明白治国的道理，只有依靠道，依靠道就能把握最细微的事物。具体的方法就是形和名。形和名一旦确立，那么是非黑白也就随之确定了。有名则治，无名则乱，治者以其名。名正则治，名矣则乱，无名则死，故先王贵名。有名分则治，无名分则乱，统治就是依靠名分的。名分正，官员们各尽其职，则天下治；名分不正，则天下乱。没有名分，那国家就要灭亡了。所以先王很注重名分。是故天下有事，无不自为行名声号矣。行名以立，声号以见，则无所逃忌逆正矣。天下之事可以在行名确立的情况下，自然而然地得到治理。各项法令制度都已确立，官职都已建制，那么天下万物就都在正道之中了。行名之术是执道者确保天道在人间贯彻执行的重要手段。最后，黄老道家政治主张的核心思想就是无为而治。老子讲无为而治，说的是统治者不要折腾，治大国若烹小鲜嘛。无为而治基本上等于不治。黄老之学呢，继承老子无为而治的精神，但跟老子不同的是，他们更强调政府治理国家的时候不能胡来，治还是要治，但是要遵循天道，要依照法度来治国。无为而治具体操作起来有3方面。第一，你得建立法治，让大家有秩序，这就是道生法。第二，这个法的制定啊，要以民为本，要顺应被统治者的本性，不能过于严苛，一味的严刑峻法是不行的，这就是行德相养。第三，有了法度之后啊，作为君主，你就不需要亲自处理繁杂的政务，你只要组织好你的行政体系，让你手下的臣子按照你制定的法度来运作，君主就可以撒手不管了，这就是行名之术。通过做到这3方面，最终就能达到无为而治的效果。人主之术，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。君主治理天下，什么都不用做就能使事情办成功，什么都不用说就能使人民得到教化。清静而不动，一度而不摇，因循而任下，则成而不劳。君主自身清静而不动，坚持法度而不动摇，遵循已经设立好的官职名分系统，任用下属，充分发挥群臣的作用，使他们各尽其职，而君主自己不必操劳费心。这就是黄老的无为而治。君道无为，臣道有为，以无为驾驭有为，则无为而无不为。貌似什么都没做，但其实什么都是你做的。黄老道家就说完了，最后总结一下。
黄老道家主要讨论3个问题：天道、气化宇宙论、治国。天道讲道生成世界、规定世界，并且黄老的道是能够落实到现实中的。自然界的日月星辰，还有人间的治道，都是天道的体现。治国理论的核心是无为而治，具体分3方面：道生法、行德相养、行名之术。行名之术又包含正定名分和寻名择实2部。黄老道家就说这么多，先休息一下。